创作对我来说是我内心很渴望的一件事情。你要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在不同的阶段，你必须去找到这个平衡。也因为有创作，让我有窗口，我可以有一个画笔，透过舞蹈去把它绘画出来。对我来讲，没有比创作来说话更直接、更有力。The dancers melting the stills are performing in New Paradise of Silent Island, as deities worshipped by the people. 演出的时候，你不对正面，到处都是观众没有关系。但现在是 for VR 的话，我们就 focus 都要在这边，好，尽量在这里。对，尽量在你的前面的 camera。The choreographer Hou Xiaomei wants to present certain segments of the dance in virtual reality. 声音准备，现场准备 ，stand by， 上楼 ，camera， 音乐走。会做 VR 是我觉得它帮助了一件事情是，它没有距离。它让观众进到这个表演的场域，而且还给观众一个自由观看的视野。这样，你就这样子往上抛看看，往上抛。对，但是你要仙女的气势，好不好？就是我要变魔法。小梅是一个很特殊的编舞者，然后像这个作品，它其实累积将近20年的一个能量，就是沉浸式的或者进入式的那个剧场，其实在整个80年代、90年代，在欧洲、在澳洲都已经开始在流行。但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带到台湾的文化现场？或者是历史现场或者社会现场这件事情，我想那个小梅是走在台湾的艺术界、创作界的一个很前面的一个人。Hou Xiaomei is always trying to bring the audience into her world. Since this piece is inspired by temple culture that Taiwanese people know so well. 实在是有一点凶佛，对对对，好可爱。他们而且合照也可以啊。我是觉得台湾的庙会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很迷人，就是那个人跟神之间的转换可以很自然、很快的，就1秒钟过去。我们可以跟八将拍照，他就说拍照也可以哦，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啊，他就非常的开放，所以这也就是我其实在创作莫岛仙乐园里面，我很希望观众体验到的。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舞台，在我们的坐卧行走之间，其实它都是舞蹈。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一天的24小时，你的行动。我们把它快速的浓缩，它就是一个你一天的舞蹈。其实生命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舞台，而舞台无所不存在。当我们把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眼光对准那个人，我们把空间给了他，他在这里做事情，其实他就变成舞台。那也因为那样，我才发现，台湾确实是一个生命力超级旺盛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大舞台，是一个很大的剧场，然后事情一直在变化，人很有趣，
然后我把我眼睛看到记录下很有趣的一些故事，把它集结在一起。爸妈是公务人员，然后我们又是在乡下那个小地方，会学舞真的应该是我大哥吧。他有认识一个舞蹈科的同学，然后他在南洋青年会当老师，所以他有一天就回来跟我说：“走，我带你去学跳舞。” When Hou Xiaomei was 8 years old, she joined the Lanyang dance troupe founded by the priest Giancarlo Michelini. At the time, the Lanyang dance troupe was the first children's dance troupe in Taiwan and often performed overseas. 婉珍，婉珍在这吗？哎，她不在，我怎么听到声音？哎，婉珍。老师，你怎么会认识婉珍老师？哦，因为我们从小一起跳舞啊，我们在那个梯次，我们一起去中南美洲。其实婉珍比我。那时候就是一台巴士，我们到了，这张没有我，这张没有你。对，你在哪边？我在这。我们去中南美洲嘛，那一次我们去这个是哥伦比亚啦3个月，对。哥伦比亚、乌拉圭、委内瑞拉，你看我都到贝鲁里。有。来，我也记得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乌拉圭，我记得有6个还是7个。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内向，然后有点避暑，有点放不开的小孩。那在那里呢，我好像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自己，因为在家里我觉得也可能也蛮压抑的吧。小时候，很喜欢跟我哥出去玩，可是他就会觉得说你是女生，好，你要在家。比如说他要出去玩，我就很想跟他出去玩，他就会说不行，你是女生不可以，你不会这个，你不会那个，哦，他就会有点瞧不起你，你就是女生嘛，你怎么会这些事情？我妈妈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重男轻女的点子，她会比较在意男生啊，你感觉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只有在那个舞蹈的那个世界里面，我觉得很开心。Hou Xiaomei entered 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Arts as one of its first students in 1983. Many students in dance department also work as dancers in cabaret shows. 我那时候是帮一个歌星伴舞，那个歌星他很喜欢他的舞裙，就是很辣妹，就在那个时候头发要烫的卷卷的很长，然后浓妆艳抹，然后要扭腰摆臀这样。我穿的那个什么小可爱跟一个什么夏威夷的草裙，然后穿个高跟鞋，然后呢去剪那个亮片。那个时候秀场界很色眯眯的一个男明星吧，然后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我一眼，他就这样翘一个2郎腿，然后他还看我一眼，这样一副很有点那种带一种鄙夷的这种眼光。换衣服的时候我就想就很紧张很害怕，你知道吗？当时的我是不懂的，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眼光里面有一个性别的意识，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绝对是会让我很不舒服，有很大的原因也是这样子的。我后来就发现那盏灯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的眼睛，而且这个社会是比较偏父权的一个
社会。那一盏灯其实可以是一个很温暖的照顾，或者是一个指引，可是也会形成一种过度的焦点，甚至于还可以是一种监视的眼睛，是一种检查。其实芭比完全是我自己的影子。In 1992, Xiaomei graduated from the dance department at NYU. She became a choreographer after she returned. 舞者是很现实的，有时候你表演完了以后，你自己要不要看袋子，我都不敢看，你知道吗？我觉得在舞者那块我就没办法相信，可是我觉得在创作那块，我会相信自己这么做有它的理由，跟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一定背后有它很多潜意识里面想要诉说的，在这一块我给自己比较大的空间，跟相信自己。Since the 1990s, Hou Xiaomei has created works for Cloud Gates Windfire Dance Laboratory and Taipei Crossover Dance Company. Around 2000, she kept busy with art as she entered a new stage in life with marriage and children. 我不要他们的动作速度太平均了，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动作速度不能太平均。我们可能会觉得女生应该就是要温柔，要服从，应该要选择一个工作是最适合当母亲的工作，可能是小学老师，或者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你可能在这样的思想的规范里面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也被去划分到你比较不符合标准，或者是你不完美。这个事情有一点是一个自己在一个小小的陶醉，就是自己在一个自己的封闭的空间里面，所以你不要把它做得很大。Hou Xiaomei had been fully committed to art. After she married, she often found herself caught between family and the dance troupe. 我想要去编舞，我想要去创作，可是小孩子在家里头，所以你很难真的放手去放心的去做一些，花很多的时间去在舞蹈教室里面排练什么的。家人也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还是以家庭为主啊，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舞团。因为包括林老师都有讲他是说，你跟我讲，谁有家庭又有舞团的？他就真的这样，我就问他说，有啊，谁谁谁啊？他说他算吗？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勇敢，我就选择要结婚，然后我还选择要生小孩。这个男性角色是在掌控他的，可是其实我觉得这里就很有趣的是说，实际上我很希望这个男性角色是支持他，去陪伴他的。很多女性其实永远都在渴望一个你好像失去的那个情感，或者是说你也很希望旁边有一个陪伴你的人。The girl in the red dress felt the same helplessness and doubt as Hou Xiaomei. The accident that happened at the time were also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her. 我那个时候记忆很深刻，其实在2000年之前，如果我们回去看，其实台湾那个时候有发生好几起空难。
以及一些公安的事情。所以我对于一个失去亲人的这个角色，就设定了一个穿红色衣服的那位舞者。他在寻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份情感的遗失，他试着想要去找回来。然后后来他离开婚姻的时候，他重新来做莫岛新乐园这条舞的时候，你看他的状态，他可以虽然是一个旧作，可是他用更多的心意去打磨它。我想表现的是，这盏灯下的这一群人，他们凝聚在一起，紧紧的依靠着，越依靠的越紧，越能够感觉到彼此，可是也有可能，成为彼此之间的限制，或者是阻碍。那这跟爱其实是很相似的。In 2010, Ho Xiaomei created May Image Dance. She ended her marriage 2 years later. 小梅老师给我感觉是，她离开婚姻之后，她的创作能量非常爆发，突然爆发。应该她的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Ho Xiaomei's works always created sensual experience for the audience. Dancers' movements inspire her, and stage sets are her pathway to another world. With meticulous choreography, Ho Xiaomei's work brings fantasy to life, and make her a unique choreographer in Taiwan. 老师好，好久不见，真的，已经1你看年了这个地方还是这么美丽。对吧？可是很热啊。中棍，你看，哎呀，今年多2吨，真的吗？迪多？多这2吨。哦，多。曾经有思考过，怎么样让我那个莫岛新乐园里面有一个角色正头，他在那个一个段落里面，他是穿高跷出来的。当初来练习走关凤的时候，是有看到说，原来其实是有一个叫做将军架这样子的一个将军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结构。那如果用这个将军架来做，其实会是一个很可以点出这个文化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要领。你得这个你应该熟悉啊，2年前。是的，我就是要来看关凤啊！感谢感谢。The warehouse for parade formations contain deity puppets. Ho Xiaomei finds the sole female deity puppet uniquely appealing. 小时候其实看到大神刚就很有敬畏之情，然后他高高在上，然后你就会相信那个我们的神，这个神是我们跟我们的土地跟我们文化有很紧密的相连，但通常你看到都是男性。OK 了哈。好，跟你去寺庙里面要右进左。OK。哦，有重量，哎，往后了。你要往前一点。对对，好。可是这样有点往前倾了，不对。这样有吗？好像不是，你现在有点像前倾的。你现在有点翘屁股，是吗？你的屁股要收回来一点，上半身挺回来。哎，对，2、3，这样。你应该走直线才对，你这样有点斜斜的。老师，你骨盆前倾，骨盆前倾，要回来一点，上半身回来一点。好，你往直走。看到这尊关凤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亲切，是它更证明了说，这个
关凤依然可以大步的往前走，然后带着自信，就像说，女生也是可以有她自己可以该走的路。Since founding the dance troupe, Hou Xiaomei had been shortlisted 3 times in the Taixing Art Awards for different pieces. 5 years after founding the dance troupe, she received the National Award for Art. 如果不要从性别来看，而是从人的本质上来看，如果你要投身在艺术创作上，是势必要做很多牺牲。这个20多年来，你可以看到那个小梅的一个步伐是非常缓慢，但非常坚定的一直在往前走。New Paradise of Silent Island was created by Hou Xiaomei. After she reorganized things she didn't quite express, and expressed them in this piece. In her dances, the first layer is Taiwan's collective memory. The second layer is the solo Barbie performance, in which she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subconscious expectation for women in society. The third layer is a group dance that shows how women find their place in the crowd. With layer upon layers of segments, New Paradise of Silent Island aims to inspire the same feelings in more people. 舞蹈在我的生命的历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都带我去认识更多的自己，认识自己不了解的那个部分。其实海边是一个禁区，但是为什么我还要骑那么远的脚踏车来到这里？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强的一种呼唤吧。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很豁达了。这个世界上也少一个编舞者也不会怎么样。但是我喜欢创作比较大的原因是我需要它。